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如何使用 OpenPose 和 3D OpenPose 来控制图片里面的人物，做出不同的动作。这样做的效果，我们可以用一张图片摆设出任何的形象和姿势，用于产品宣传、形象代言等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教大家如何去做。大家先打开 Stable Diffusion 的界面，然后呢往下拉，展开一下 Control Net 功能。大家想要完美的运行 OpenPose 的功能的，必须先把 Stable Diffusion 所需要的基本组件安装完毕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个呢，我之前拍的影片，关于 Stable Diffusion 的入门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选择一个叫 OpenPose 的功能，这里就会自动切换相关的组件。这个地方有2个选项，大家可以选择下面这个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，图片里展现的是一个女孩，她的双手是向前的。我们就把这个图片拖动到 Unit 0的地方。接下来选择允许预览，大家点击一下这个太阳外形的按钮，那这里就会进行处理运行。那这个时候，关于这个女孩当前的动作的支架图就出现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能看到关于脸部的支架图。下面呢，她的身体姿势的支架图都全部产生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我要使用这个支架图去生成一个一样动作的新图片。该怎么做呢？首先往上拉，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大模型，你可以选择这个 V7 的模型，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下载一下，点击这个地方。那接下来呢，设定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。由于这个图片的大小是1024乘1024，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地方，这里就会自动设置图片的大小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快的运行，你可以按比例的把它缩小一下，我还是设定为512乘512。那这个地方我使用这个 Keras 采样器，这里设为1，生成一张图片就行了。接着你可以往下拉，你要点击这个地方，启动一下，然后往上拉，这里输入你的提示词。那么我就输入这样的一个提示词，一个20岁的漂亮女孩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生成新的图片。好了，它终于生成了新的图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图片里面的女孩的动作跟这个支架图是完全一样的。那同样的方式呢，我也生成过另外一个图片，也是一样的动作。那么到这里，大家可能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能够控制这个支架图的动作，那是不是就能够控制输出的图片的动作呢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想办法如何调整这个支架图的动作。我们就要用到 3D OpenPose 这个插件，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扩展，然后点击这个地方，你会看到这样一条链接，它非常重要，它可以让 Stable Diffusion 加载一些需要的插件。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这个影片的下方，然后就点击这个 Load From 按钮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下面出现了很多可以安装的插件。我们需要在这个页面中找到一个叫 3D OpenPose 的插件，你可以用浏览器的搜索按钮输入 3D OpenPose 查找一下。 OK， 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组件显示出来了，大家就可以点击它右边的安装按钮。如
果大家发现没有反应呢，这个时候可以关闭所有运行界面。关闭你的后台 CMD， 重新启动 Stable Diffusion， 然后重新加载一次。找到 Install 按钮，再安装一次。这个时候它画面变暗，表示正在安装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往上拉，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地方，观看已安装的情况。那么如果成功安装 3D OpenPost 插件的，这里就会显示出来。一定要在左边这个地方勾选这个按钮，然后呢点击 Apply and Restart UI 按钮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，在这个选项卡的地方呢，就多出了一个叫 3D OpenPost 的选项卡。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，选择显示的语言，比如你选择 English， 也可以切换成其他的语言。接下来我说一下这个 3D OpenPost 的基本使用情况。它下面也有一个小的预览图，这个预览图的大小呢，就是在这里进行设置的。当你设置完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改变。这个就是输出预览图的大小。以我们这次的图片作为例子，这个图片的大小是1024乘1024。那么我这个地方呢，就使用缩小版的512乘512。那这个地方就应该设置成为512乘512，然后可以通过滑动鼠标的滚轮跟点击这个画面来调整这个 3D 支架图的位置。按住鼠标左键可以旋转啊，按住鼠标右键呢，可以移动这个支架图。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模型的一些关节，它出现一些球形，类似于 3D 设置软件的一些旋转轴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这个红色的地方，按住鼠标左键上下拉动，可以控制这个手摆动的位置。然后我可以改变一些方位，点击一下这个胳膊的最上方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地方，也可以改变这个手的摆放位置。这时候可以点击一个关节，然后点击这个设置，选择这个 Move Mode。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十字状的坐标，大家可以按住它其中的一个坐标，进行拉长或者缩短。那么如果大家要重新旋转这个关节，可以呢把这个 Move Mode 去掉，它会重新出现这个圆球状。那么当大家调整好这个支架图的姿势和调整好方位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点击这个紫色的按钮，它马上就会从 3D OpenPost 支架图转化为 2D OpenPost 的支架图。那么除此以外呢，还有3个，这3个分别是深度图、法线图跟线稿图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Download 按钮，把它下载下来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支架图重新生成一个新的图片。我们要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，然后选择 TXT Ink， 重新输入这个提示词，采样期选择 Keras。 那么这个图片的大小设置为 2D 支架图的大小512乘512。重新展开 ControlNet， 这个地方重新选择 OpenPost， 因为使用的是 2D OpenPost 的图片作为参考，我们把它拖动上去。这
这个地方就选择 None， 那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重新启用一下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生成一下新的图片。哎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女孩，就是以这个 2D 支架图的姿势出现在你面前。接下来我再举一个例子，那么我就使用一个参考图片，例如这个。首先把它的正向提示词复制一下，反向提示词复制一下，采样器设定一下 ，Stacks 值是40 ，Seed 的值设定一下，这个地方是40。要知道这个图片的大小，你可以把它下载一下。图片大小是450乘750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生成新的图片。好了，图片出来了，我们下载一下。那么接下来第2步，我们就要使用 3D Open Pose 制作一个支架图，用于改变这个女孩的姿势。首先要设定一下它输出的框架大小，450乘750，这个地方就需要设置为450乘750。当这个支架图完成以后呢，就点击这个地方，再点击 Download 按钮下载一下。那得到的 2D pose 图呢，也是450乘750的。使用提示词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这些提示词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翻译一下，就是对这个女孩的外形的一些描述。这些呢是正向提示词，而这些呢是反向提示词的描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打开 ControlNet， 然后点击 Open Pose， 这个地方啊，选择为 None， 然后呢，把你这个 2D 的 Open Post 图放下去，然后勾选 Enable， 点击生成，看一下效果。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这就是让一个图片里的人物使用 3D Open Pose 的修改生成功能，成功的把这个人物的动作改变了。如果你要输出结果的符是完全一致的，这个提示词要描述的更加细腻一些。那么今天关于如何使用这个 3D Open Pose 来改变这个图片里面的人物的动作，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新的姿势，讲解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讲解的，记得点赞订阅这个频道，谢谢大家。